本节目由景润中原风饵料独家冠名播出。黑坑变中国之黑坑启示录，我是钓手田立新，不求坑冠和上岸，只求不被两班半。然后咱们第二期来到了上海。继上一场郑州开赛首战，本场比赛我们来到了上海的云峰垂钓中心。时间上正是重坑改速坑的换季时节。本期的嘉宾除了马克之外，更有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强劲捕位钓手李贵正、邹辉。开竿前半小时，全场都十分安静。钓手比第一期输的还要惨。分析咱们这个胜与败的原因呢，咱们先从上海这个地方它独特的鱼情再说起。因为我们当时栏目组过去拍摄的时候呢，正好赶上一个特殊的情况，用重饵和纯素饵料的一个交替，鱼的救食欲望肯定不强，而且在坑底下呢，有很多他们之前钓鱼过程当中去投放进去的虫，肯定鱼有的吃。它选择性比较强的时候，肯定就对这个纯素饵的救食欲望肯定会差一些。我相信当地的钓友肯定是小钩细线去钓这个鱼，然后咱们的嘉宾钓手还是以这个快鱼狂拉爆连的那种节奏，这个硬件的配合去来应对这个鱼。其实我认为是他们两位输的最大的一个点。饵料状态上来说呢，咱们先从邹辉的这个饵料来说起。邹辉的饵料呢是以腥香结合的一款饵料，然后李贵正的饵料呢是以香味为主、腥味为辅的这种搭配。实际上来说呢，我认为李贵正的搭配要比邹辉的搭配要更对路一些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窝点里有鱼的话，香味饵料没有毛病，肯定会吃。然后腥味的饵料呢有一点点，给整体的这个饵料提一下鲜就好了。然后应该做钓起来更稳妥一些，就是更稳，因为是比赛嘛，更稳一些。然后咱们再分析一下这马克他赢在哪儿，就是说他钓鱼的经验呢，我感觉还是比较丰富。应该之前马克呢也去上海这地方去钓过鱼，所以说在这个鱼情快和鱼情慢的这个交替的这个时候呢，他做出的这个应变非常的快，也非常的到位。直接下去就奏效了，就是换小钩、换细线、搓小饵去蹲这个鱼去求，搓小一点、软一点、黏一点，然后呢让鱼来了，只要它吃，一碰到就能进嘴，就这样。所以赢下来了比赛，也是以微弱的这个成绩赢了这场比赛。在节目当中呢，有一个小细节，是在马克在做钓的时候呢，在身后的队友高颖老师给马克提了一个醒，说你这个鱼如果要是引逗的次数过多的话，会不会给鱼造成惊扰？所以马克呢直接就把这个引逗这个动作就给它去掉了。后来的效果呢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为什么说引逗了反而这个鱼倒不好了？也是根据鱼的情况而定。当时的鱼情本身已经不好，鱼的救食欲望不是太强的情况下，尽量不要去引逗。那咱们这个第二期过后呢，咱们做一个总结吧。认为这个重坑和纯素坑的交替期间，我认为你可以用大香的饵料去做钓，效果也会比较好。因为江苏鲫鱼本身也是认香味认得比较厉害，认腥味稍微差一些。所以说要用大香的饵料去做钓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从饵料的状态上来说呢，尽量的
要把这个饵料做得更精细一些。还有就是，如果钓糗鱼的时候，尽量减少引逗，然后给你这个鱼更少的惊扰就好了。景润鱼饵秉承工匠精神，制作简单易用、货真价实的鱼饵。麝香窝王，聚鱼神速，窝料之王。急鱼令，号令鱼饵汇集窝中。开口米，逼鱼开口，诱钓神米。黑坑风暴，横扫黑坑，劲爆狂钓。剩余效果是我们的承诺。去钓鱼，别忘带上景润鱼饵。现在呢，我用咱们景润的饵料呢，根据当时上海的这个鱼情开制一款饵料。然后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我的思路就是以香为主，就是腥香结合，香多腥少的这个理论啊。然后基本上就是麦香剂放1/4杯，然后奶香剂也放1/4杯左右。味道非常的柔和啊，适口性肯定是不错的。然后是大香剂，然后呢，它也一样，也是放1/4杯，可以稍微多一点啊。这个大香剂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因为咱们饵料主要就是为了体现出来就是香嘛。好，现在开始放腥，腥味是必不可少的，香味是诱鱼的，所以呢，腥味也要放，只不过就是要少放一点，就完全的就是虾皮的腥味啊，放一点就可以了，做一个点缀。好，咱们开一下，1杯饵，基本上1杯水就够了，1:1的饵水比啊。然后现在饵料已经开制完毕，放置吸水5分钟以后，咱们把它收拢成团，然后咱们看一下它这拉饵的效果。趁着咱们这个手持在这个吸水的过程呢，去钓鲫鱼散炮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。然后咱们开一款散炮出来啊，我用的基础饵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横扫江湖啊，横扫江湖，基本上就是放2杯出来，放2杯，然后呢放半杯清肤，然后给它再放一些什么呢？放一些这个鲫鱼的饵料，像大香剂，因为它没有奶香味儿，它只是谷物香味儿，然后给它放一些大香剂进去啊，应该放半杯左右就够了。把这个腥味的也要放一点进去啊，腥香结合的一个理论，咱不能失于这个理论啊，腥味放一点就可以。好，这款散炮基本上咱们就基础饵就配置完毕啊，然后给它混合均匀，以香为主的，然后给它加入添加剂。添加剂的还是用到咱们景润的大麦红薯膏，因为它甜香都有。然后营养套餐1号啊，特别的这个香甜味特别的浓，咱们也放一点这个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营养套餐3号，它有水果香味，而且特别柔和的水果香味，咱们也一样的用量啊。鱼开胃就是鱼之宝啊。现在添加剂也加完了，咱们开始加水，饵水比就是1:0.4左右，然后咱们给它和饵料混合到一起啊。OK， 散炮开制完毕啊。饵料的吸水情况基本上吸水完毕啊，而且出丝情况也比较不错。咱们现在给它收拢成团，现在就可以拉了，应该。咱们看一下啊，现在咱们用的是4号的袖钩，咱们看一下它拉饵的效果。基本上拉出来之后，就像大玉米粒儿那么大，大黄豆粒儿那么大就够了。钓这种就食欲望不强的这个鲫鱼啊，基本上拉这么大就够了。然后咱们看一下它在水中的状态啊。看它有一定的这个雾化效果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颗粒在散落。OK， 拉饵开得很成功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散炮，漂亮，炸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个散炮咱们体现出来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脱落的速度有点太快，证明粘度不够，稍微再加一点水，它这个状态就会有改变。好，现在它具备了一定的复钩性，非常非常的这个均匀的在逐层的散落。OK，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。